嗨，这里是菜鸟老田。我从来没觉得玩龙虾2开心过，直到我玩到《潜行者2》。是的，和前作隔了15年的续作终于发售了。虽然我不知道明明前面有3款游戏，为什么不叫《潜行者4》，但是它就是发售了。我本来打算自费掏腰包买一份，慢慢玩到通关再做视频。不过由于我对陶德叔叔的爱，感动了一位十分慷慨的宋 K 童子，他只留下了2个要求：快速做一些视频，并且轻一点。That's what he said。可以说是十分合理。因此，作为一款在24年发售的游戏，在乌克兰顶着动荡的国际局势，选择了虚幻5这个目前最难优化的引擎，用着停留在10年前的人物模型和 UI 界面，还能够在跳票几次之后做出来，已经是一个游戏界奇迹了。更好的是，刷新了我对硬件的认知。就在去年，我本来打算买一张4090，不过看着我的 1080P 显示器，突然改变了主意，买了张4070 Ti，因为我很天真的认为它足够通杀未来发售的大作。然后《潜行者2》就打破了我的愿景，画面全高 DLAA， 如果不开真生成，一到据点就到50帧以下，并且每天打开游戏都需要欣赏几分钟高雅的优秀画作，因为我的电脑就是得了健忘症一样，每次都要编译一遍着色器。但是不用担心，这早就在我的预料之中，因为我不光玩了10个小时的《潜行者2》，我还玩了20多个小时的前作《普利皮亚界的召唤》。刚玩没多久，就见识到他们祖传 X-Ray 引擎的实力，因为我看到了活的汽车人在我面前完成变形，然后我十分熟练的穿模躺下，并且渐渐上浮。而10个小时里，我顶多就遇到了不能奔跑的 bug， 并且现在篝火旁边的椅子是真的能坐了，这才叫史诗级的进步。所以我认为《潜行者2》应该是目前最强的 RPG。所以可以确定的是，这会是一款由一堆补丁搭出来的游戏，延续系列的优良传统。当然，整个游戏也一样。2024年的玩家将再次体验到，在普通难度下，枪法神准、手雷制导、不爆头就弱得要死的 AI 敌人，在序章就有不低的死亡风险，走路随时都有可能遇到变异修狗、变异鼠鼠、变异猪猪、变异会隐身的死巴人形蚊子吸血怪，他们更多了、更快了，也更肉了。如果你不幸遇到他们，逃跑永远是最佳选择，因为他们还是和以前一样，就算你用光子弹把他们通通清理，也不会给你任何奖励。而如果你不幸被他们杀死，那特异区只不过又度过了平常的一天。而且你将会理解潜行者3个字背后真正的含义：赛博血汗工人，带着你的探测器和螺栓，进入含有各种危险、超自然陷阱的异常点，一边扔一边注意仪器反应，最后拾取其中的神器，换取微薄的薪资，或者把它们带在身上。只不过你可能会提前长出第3只手，因为这些神器都带有辐射，所以你得找点能减少辐射的神器来阴阳调和。枪械耐久会消耗，红色耐久就会卡壳，以及虚无的、压抑的，大部分时间只能用双腿走完的孤独旅程。他们在尽力保留一些一贯不友好的游戏设计，所以如果我说的内容让你觉得它就是另一款《龙之信条2》，那我并不认可你的想法，因为这是款 FPS 游戏，所以请叫它 FPS 版《斗殴龙之信条2》，这会更加准确。现在我终于理解龙信玩家了，原来这种游戏能不能玩下去全靠自适应。但好消息是，我完美的达成了自适应，因为我都愿意为了一款09年的游戏亲自找环境美化 mode， 还玩了20多个小时，已经足够说明我喜欢这个系列。这种压抑孤独的氛围十分契合我这种 emoji chat， 并且一个人在如此高难度的战斗下团灭一群比我装备好的敌人，也是很有正反馈的一件事。打扫战场哪怕超出负重，我也不会埋怨这群斯拉夫人苛刻的重量限制，因为这是对幸福附魔过的负担。但制作组忘记了一个经济学常识：如果修理一把枪要2万，那么我的劳动报酬也应该更高。但是他们确实忘了，那你就得承担通胀的代价。由于我只玩了10个小时，所以我也没法给你任何有用的建议。毕竟我一直遵循强盗抢路人，我想强盗的经济理论，导致我现在手头还是比较拮据，出门转角偶遇吸血怪，都有可能导致特异区多失去一条多余的生命。而且我也不会现在就向你剧透剧情，毕竟这游戏的背景故事确实比较长。如果你电脑配置不是很高的话，可以去 N 网下载一个帧数优化 mode， 听说作用比较明显。那么这一视频就到这里，这只是一个十分短小有趣的前期体验，完整的随意评测会在我通关后制作，差不多得要40到60个小时。所以如果喜欢的话，不要点个订阅，让我们下次再见。所以我认为《潜行者2》应该是目前最强的